5月的傍晚，夕阳把厨房的瓷砖染成了橙红色。我正在水槽边洗碗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秋月，是我，中远。手里的碗差点滑进水池。中远，这个名字我已经好几年没听到了。我们是高中同学，那时候关系很好，但毕业后各奔东西，联系就越来越少了。中远，真是你啊！我赶紧关掉水龙头，用围裙擦了擦手。多少年没联系了，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我听到他轻轻叹了口气。我在你们市里出差，想顺便来看看你，方便吗？当然方便。我看了看墙上的钟，已经6点多了。你吃饭了吗？要不来家里吃点？那就不客气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，但我也没多想。挂了电话，我赶紧收拾了一下客厅，又去厨房准备晚饭。自从2年前老伴去世后，这个家就只有我一个人了。平时都是随便对付一口，难得有客人来，我想着多做几个菜。7点刚过，门铃响了。我打开门，看到中远站在门外。他比我记忆中老了许多，头发已经白了大半，脸上的皱纹也很深。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，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，整个人看起来瘦了一大圈。进来坐，我让开身子，看你这样子，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中远换了鞋，走进客厅。他环顾四周，目光在墙上的照片上停留了一会儿，那是我和老伴年轻时候的合影。听说老郑走了，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睛有些湿润。我当时在国外，没能赶回来参加葬礼，一直觉得过意不去。都过去2年了，我摆摆手，转身走向厨房。你坐着，菜马上就好。晚饭很简单，4个菜1个汤。中远吃得很慢，每咽下一口都要停顿一下，好像在品味什么珍贵的东西。我注意到他的手有些颤抖，夹菜的时候掉了好几次。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我忍不住问。没事，就是最近有点失眠。他放下筷子，看着我。秋月，我能在你这儿住一晚吗？酒店太冷清了，我想找个人说说话。我愣了一下。以前我们虽然关系好，但也没好到这种程度。不过看他这个样子，我实在不忍心拒绝。行啊，客房的床单被套我上周刚换的，你今晚就住下吧。吃完饭，我收拾碗筷的时候，中远坚持要帮忙。我们一起在厨房里忙活，就像年轻时候在学校食堂打饭一样。但我发现他的动作很慢，擦个碗都要好几分钟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停下手里的活，认真的看着他。老同学了，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中远的手停在半空中，他低着头，好半天才说，就是想来看看你，看看老朋友。人到了这个年纪，总想着把以前的事都理一理。他说得很平静，但我听出了一丝不对劲。这话听起来像是在交代后事。我想追问，但他已经转身走向客厅了。晚上9点多，我给他铺好了客房的床。他把旅行包放在床头柜上，然后坐在床边，双手撑着膝盖，低着头不说话。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想吃什么跟我说。我站在门口，有什么事随时叫我。秋月，他突然抬起头，谢谢你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声音有些哽咽。我心里更加不安了，但还是笑着说什么傻话，
都是老同学，应该的。回到自己房间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钟远今天的表现太反常了，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，那种依依不舍的眼神，让我觉得他好像是来告别的。半夜里，我听到客房传来轻微的声音，我披上外套，轻轻走到他的房门外。门没关严，透过门缝，我看到他坐在床上，借着床头灯的光在翻看什么东西，是照片。他手里拿着一叠照片，一张一张的看，有时候会停下来，用手指轻轻抚摸照片上的人。我看不清是什么照片，但能看到他的肩膀在颤抖。我正想敲门，他突然把照片收起来，塞进了旅行包里。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在床头柜上放好，又拿出一叠钱，仔细地数了数，也放在了信封旁边。那是一沓100元钞票，厚厚的一叠。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把钱拿出来？钟远把这些东西整理好后，在床边坐了很久。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孤独，像一座即将倒塌的山。我悄悄退回房间，这一夜再也没合眼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看了看时钟，已经7点半了。我赶紧起床，洗漱完毕后去敲客房的门，没人应声。我推开门一看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钟远不在房间里。我的心一紧，快步走到客厅，看到他正站在阳台上，背对着我看外面的街景。晨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，显得格外单薄。醒这么早，我走过去，想吃点什么？我去做早饭。不用麻烦了，他转过身，脸上挤出一个笑容。我出去随便吃点就行。别客气，在家吃，我马上就好。我走进厨房，煮了小米粥，又煎了2个鸡蛋，切了点咸菜。钟远坐在餐桌前，一直看着我忙活，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暖。还记得高中时候吗？他突然开口，你每次都会多做一份午饭，说是怕我吃不饱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记得啊，那时候你长身体，一顿能吃3个馒头。你妈妈在外地工作，你爸爸又不会做饭，你天天就吃食堂那点东西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是啊，钟远低下头，用勺子搅着碗里的粥。那时候要不是你照顾，我可能早就饿坏了。我们沉默地吃着早饭。我注意到他今天的手不抖了，但吃东西还是很慢，每一口都咀嚼很久。钟远，我放下筷子，你昨晚没睡好吧？我听到你房间有动静。他的勺子停在半空，过了几秒才放下。你都听到了。他苦笑了一下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翻出来一些老照片，看了看。什么照片？高中时候的。他站起来，走向客房，我拿给你看看。他从旅行包里拿出那叠照片，在我面前摊开。都是30多年前的老照片，已经泛黄了。有我们班级的合影，有运动会上的照片，还有几张是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同学一起拍的。我拿起其中一张仔细看，照片上的我们都还是17、18岁的样子，穿着蓝白色的校服，笑得那么灿烂。钟远站在后排，个子很高，脸上还有青春痘。我站在前排，梳着2条辫子，抱着一本书。这是高3那年秋游拍的吧？我指着照片问。对，去郊外的水库。钟远接过照片，那天你还掉进水里了，是老郑把你拉上来的。提到我丈夫，
我的眼眶有些湿润。老郑是我高中同班同学，我们是在毕业5年后才开始谈恋爱的。他是个老实人，对我很好，可惜2年前突发脑溢血，走得太突然了。老郑是个好人，钟远轻声说，他一直很爱你。是啊，我擦了擦眼角，所以我现在还能好好过日子。他走之前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，留给我的退休金也够用。女儿在外地工作，每个月都会打电话回来，生活还算平静。钟远翻出另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他和一个女孩的合影。女孩留着齐刘海，笑得很甜。这是小文吧？我认出了照片上的人。你们后来怎么样了？钟远的脸色变了变，结婚了，有个女儿，今年都28了。那挺好啊，我笑着说，你们感情应该一直不错吧？高中时候你就喜欢他，追了他好几年呢。钟远没有接话，只是把照片收了起来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很轻，好像怕把照片弄坏了似的。秋月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如果当年我没有选择去外地工作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这话问得很突然，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你在外地发展的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听说你在一家大公司当经理，工资也高。工资高有什么用？钟远的声音有些激动。我1年回不了几次家，女儿从小就跟我不亲，老婆也……他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，像是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多了。也怎么了？我追问。没什么，他摇摇头，就是觉得这些年亏欠家里太多了。吃完早饭，钟远提出要陪我去菜市场买菜。我们走在小区里，5月的阳光暖洋洋的，路边的月季花开得正艳。你们小区环境真不错，钟远环顾四周，比我住的地方好多了。你不是在省城吗？那边应该更好吧？房子是大，但没人气。他叹了口气，我一个人住100多平米，冷冷清清的。小文和女儿呢？钟远沉默了一会儿，他们不跟我一起住。我没再问下去。从他的语气里，我听出了一些不对劲，但既然他不愿意说，我也不好追问。在菜市场，钟远帮我提着菜篮子，跟在我身后。他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，不时停下来看看这个摊位，摸摸那个摊位的菜。好久没逛菜市场了，他说在省城都是在超市买，哪有这么热闹。我买了些排骨和青菜，钟远坚持要付钱，被我拒绝了。我们慢慢往回走，路过一家早点铺，他突然停住了。这家店还在啊？他盯着招牌看，30年了，居然还在。是啊，老板都换了2代人了。我说，但手艺一直没变，你要不要尝尝？钟远摇摇头，不了，吃不下。回到家，已经快10点了。钟远说要出去办点事，下午就回来。我问他办什么事，需不需要我陪着去？他说不用，就是去见个朋友，很快就回来。他说着拿起旅行包，秋月，谢谢你这2天的照顾。2天？我愣了一下，你今天就要走了？对，今天下午的车。他避开我的眼神，公司还有事，不能耽搁太久。这么急？昨天不是说出差吗？怎么只待1天就走？临时改的行程。他的声音有些不自然，下次有机会再来看你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但也不好强留。送他到门口的时候，我说，那你路上小心，到了给我发个消息。一定。他转身要走，又停住了，回头看着我，秋月，
如果以后有什么事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什么事？现在还不确定。他的眼神很复杂，但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希望你能记得我们的友谊。他说完就匆匆下楼了，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门口发愣。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托付后事，但又说得很含糊。我心里越来越不安，总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。中午我随便吃了点剩菜，然后躺在沙发上午休。迷迷糊糊中，手机响了，是中原打来的。秋月，我办完事了，能回你那儿坐坐吗？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车票改签了，晚上8点的。当然可以，你现在在哪儿？要不要我去接你？不用，我打车过去。挂了电话，我赶紧起来收拾客厅。大约半小时后，门铃响了。我打开门，看到中原脸色很差，嘴唇发白，额头上都是汗。你怎么了？我扶住他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他走进来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让我歇会儿。我倒了杯热水给他，看着他慢慢喝下去。他的手又开始抖了，水杯差点拿不稳。中远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直接问，别瞒着我，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你有什么事就说出来。他放下水杯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轻轻颤抖。我以为他在哭，但等他放下手，眼睛是干的。秋月，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会不会突然觉得一切都没意义了？怎么说这种话？我在他旁边坐下，你才52岁，还年轻呢，怎么能这么想？52岁，他重复了一遍，还能活多少年呢？20年？30年？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见的什么朋友，把你搞成这样？中远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，见了个医生朋友，聊了聊。医生？你身体有问题？做了个体检，他含糊地说，一些小毛病，没什么大碍。我不相信他的话，但看他不想说，我也不好逼问。我去厨房热了些饭菜，端出来让他吃。他只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。吃不下，他说，秋月，你别忙活了，陪我说说话吧。我坐回沙发上，看着他，他的眼睛深深陷进眼窝里，脸颊也凹下去了，整个人就像突然老了10岁。还记得高3那年，我们一起去爬山吗？他突然问。记得，你那次还摔了一跤，膝盖破了好大一块皮。是你背我下山的。中远笑了，你那时候力气真大，背着我走了2个小时。那时候年轻啊。我也笑了，现在别说背你了，走路都喘。我们聊了很多高中时候的事，那些快乐的、难过的、荒唐的往事。中远的话特别多，像是要把30年的话都在这一天说完。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他接了个电话。我看到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，声音也提高了。我说了，这事你别管。他对着电话吼道，钱我会想办法，你少操心。说完他就挂了电话，把手机狠狠摔在沙发上。怎么了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家里的事。他揉着太阳穴，烦死了。是小文吗？他点点头，没说话。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矛盾？好好商量总能解决的。我劝道，千万别闹到离婚，那对孩子影响太大了。已经离了。他闭着眼睛说，3个月前就离了。我愣住了。为什么？原因太多了。他睁开眼睛，性格不合，3观不同，还有别的。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我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了痛苦和愤怒。
女儿跟谁？跟她妈妈。钟远的声音很低，我一个大男人也照顾不好孩子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么多年没联系，我以为他过得很好，没想到背后有这么多事。那你现在就是一个人？他苦笑，工作丢了，家也散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工作也丢了，得罪了领导，被辞退了。他挥挥手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晚上6点，我做了晚饭，钟远还是吃的很少。他一直看着手机，眉头紧锁。我看到他的微信消息不断弹出来，但他都没有回复。是不是有急事？我问。要不你先处理。没事，都是些催债的。他把手机反扣在桌上，别管他们。催债？我的心一沉，看来他的处境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。吃完饭，钟远说要早点去车站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才7点，离发车还有1个小时。不用这么早吧？我想一个人静静。他站起来，秋月，这2天麻烦你了。他回客房收拾东西，我在客厅等着。大约10分钟后，他提着旅行包出来了。走了，他说，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你。等等，我站起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钟远愣了一下，没有啊，能有什么事？你昨天晚上拿出来的那些钱，是不是要给我？他的脸色变了，明显没想到我看到了。你都看见了？看见了。我走过去，钟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那么多钱，你要给我干什么？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把旅行包放下，坐回沙发上。秋月，我想请你帮我保管一笔钱。保管？对，就是暂时放在你这儿。他从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，这里面有8万块，是我卖了车和一些东西凑的。为什么要放在我这儿？因为我信不过别人。他把信封递给我，我怕这笔钱被别人拿走。什么人会拿走你的钱？钟远没有回答，只是说，你先帮我保管着，过段时间我会来取的。如果我1个月之内没来找你，你就把这笔钱捐出去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越听越糊涂，为什么1个月之内不来就要捐掉？你到底要去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可能要出趟远门。他站起来，秋月，帮我这个忙，就当是报答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。他说着就要往外走，我拉住他，你不说清楚，我不会收这钱的。钟远挣脱开我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拿着那个沉甸甸的信封，站在门口发愣。等我反应过来追出去的时候，楼道里已经没有他的身影了。我回到屋里，坐在沙发上，盯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发呆。信封很厚，里面肯定不止钱，应该还有别的东西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打开了信封。1沓100元钞票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，我数了数，正好8万块。除了钱，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。我展开纸，看到上面是钟远的笔记。秋月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已经走了。这8万块钱是我最后的积蓄，我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留给你。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，老郑走得早，你还要操心女儿的事，这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别担心我只是想去一个地方散散心，好好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。1个月后我会回来，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聚聚。记住，千万别把这笔钱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我的家人。这是我最后的请求，拜托了。我的手开始颤抖。这封信写得像遗书一样，
每个字都透着告别的意思。去一个地方散散心，他要去哪里？1个月后我会回来，如果回不来呢？别告诉任何人，他在躲谁。我立刻拨打中远的电话，响了几声后被挂断了。我又打，还是被挂断。我发微信，他也不回。我急得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不要报警？但他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，警察会管吗？要不要联系他的家人？但他在信里特意说了，别告诉任何人。我拿出手机，翻通讯录，想找个人商量商量。翻来翻去，发现能说话的人寥寥无几。老伴走了，女儿远在外地，其他的老同学也都很少联系了。最后我还是给女儿打了电话。妈，怎么了？女儿的声音听起来很忙碌，背景里有汽车的声音。小薇，你在开车？刚下班，堵在路上呢。女儿说，有事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中远来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，只是没提钱的事。中远叔叔，小薇想了想，哦，就是你们以前那个高中同学吧？我好像见过一次，挺瘦的那个。对，就是他。我说，他今天突然走了，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。妈，你想多了吧？小薇笑了，可能人家就是出差路过，顺便来看看你。你一个人在家久了，总是胡思乱想。可是他留下一封信。什么信？我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赶紧改口，就是一张便条，说谢谢我的招待。那不很正常吗？小薇说，妈，你别多想了，好好休息。我这边还堵着呢，先挂了啊。挂了电话，我更加不安了。我又看了一遍那封信，每个字都像是在敲打我的心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中远这2天的画面，他颤抖的手，他疲惫的眼神，他说话时的犹豫，还有他在客房里翻看照片的背影。凌晨3点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又给中远打电话。这次电话通了，但没人接，响了很久，最后自动挂断了。我给他发了条微信，中远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给我回个信，让我知道你平安。消息发出去，显示已送达，但一直没有回复。第2天早上，我醒得很早，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，中远还是没有回复。我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最后决定去找他。可是我连他住哪儿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在省城。我打开微信，查看中远的朋友圈。他的朋友圈很少更新，最近的一条是2个月前发的，内容是一张风景照，配文只有1个句号。我点开照片，是一片海滩，夕阳西下，很美。但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我继续往下翻，想找到一些线索。1个月前，他发了一条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配图是一杯咖啡。3个月前，离婚了，终于解脱了，没有配图。再往前是半年前的内容，都是一些风景照和鸡汤文，看不出什么特别的。我给他的朋友圈点了个赞，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。上午10点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请问是秋月女士吗？对方是个男生，听起来很年轻。我是，你哪位？我是中远的外甥，我叫程宇。对方说，我舅舅昨天跟你在一起，对吧？我心里一惊，对，他昨晚离开的。怎么了？他现在联系不上了。程宇的声音很着急，他昨晚应该坐8点的车回省城，
但到现在都没到家。他的电话也打不通，我们很担心。什么？我差点把手机掉在地上。他没回家。对，他的车票我查过了，确实买了8点的，但我去车站调监控，发现他根本没上车。程宇说：“阿姨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”我不知道，我的声音都在颤抖。他走的时候只说要回省城，我以为他真的回去了。他在你那儿有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，或者做什么奇怪的事？程宇追问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钟远这2天的表现说了一遍，但没提前的事。他的状态确实不对。程宇沉默了一会儿。阿姨，实不相瞒，我舅舅最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，他欠了一大笔债，有人在找他，我们怕他做傻事。什么傻事？我也不好说。程宇叹了口气。总之，如果他联系你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们。这是我的电话，麻烦您了。挂了电话，我的手脚都是冰凉的。欠债，做傻事，难道钟远是想不开了？我立刻拨打钟远的电话，这次直接是关机了。我又给他发微信，显示对方拒收了你的消息，他把我拉黑了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拿起那封信，又仔细看了一遍。这次我注意到了一些细节。我只是想去一个地方散散心。什么地方？1个月后我会回来，如果回不来呢？这是我最后的请求。最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封信根本不是普通的留言，而是一封真正的遗书。钟远，他是不是要去寻死？我抓起手机，拨打110。电话接通后，我语无伦次地把情况说了一遍。接线员很耐心地听完，然后说：“您先别着急，您说的这位钟先生离开您家多久了？”昨晚7点多。我看了看时钟，快15个小时了。他是成年人，而且主动离开的，还没到失踪的时间。接线员说，目前我们还不能立案，如果他家属报案，我们会协助调查的。可是他留下了一封信，像遗书一样。信的内容是什么？我把信念了一遍。接线员沉默了一会儿。这封信确实有些问题，但也可能只是他想离开一段时间。您先联系他的家人，如果确实联系不上，再报案也不迟。挂了电话，我又给程宇打过去。程宇，你舅舅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的地方？或者最近说过想去哪里？这个程宇想了想，他以前很喜欢去海边，说大海能让人心情平静，但具体去哪个海边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海边？我立刻想起了钟远朋友圈里那张海滩的照片。你知道你舅舅2个月前去过哪个海边吗？不知道，他最近半年都没跟我们说他的行踪。程宇说，阿姨，如果有消息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挂了电话，我打开钟远的朋友圈，把那张海滩照片保存下来。然后我在网上搜索类似的海滩，想找出是哪里。搜了半天，没有结果。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，这种普通的海滩到处都是。中午我一点东西都吃不下，脑子里全是钟远。我不停地刷新微信，希望能看到他的消息，但什么都没有。下午2点，程宇又打来电话。阿姨，我们报警了。他说，警察正在调查我舅舅的去向。另外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舅舅在你那儿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警觉起来。就是一些贵重物品或者钱之类的。
程宇说，我舅妈说她卖了车和一些东西，换了不少现金，但现在找不到那些钱了。我的心跳加快了。8万块就是那笔钱？没有，我撒了谎，他只带了一个旅行包，走的时候都带走了。哦，程宇听起来有些失望。那好吧，如果你想起什么，请一定告诉我们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茶几上的信封，心里很矛盾，要不要把钱的事告诉他们？但钟远在信里特意说了，别告诉任何人。我把信封藏进卧室的衣柜里，锁上柜门。晚上，女儿又打来电话，妈，我听说钟远叔叔失踪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外甥给我打电话了，问我知不知道一些情况。小薇说，妈，这事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叹了口气，他走的时候好好的，怎么就失踪了呢？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你昨天电话里好像有话没说完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信的事告诉了女儿，但还是没提钱。他留下一封信，内容是什么？小薇的声音严肃起来。我又把信的内容说了一遍。妈，你得把信交给警察。小薇说，这是重要线索。可是他在信里说了，别告诉任何人。妈，现在不是讲义气的时候。小薇打断我，万一他真的出事了，你一辈子都会后悔的。你明天就去警察局，把信交上去。好吧，我答应了。挂了电话，我又拿出那封信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。读到最后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钟远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你还好吗？夜里11点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喂，是秋月吗？一个女人的声音。我是，你是哪位？我是小文，钟远的前妻。对方说，我想问问，钟远是不是在你那儿？他昨天就走了。我说，你也联系不上他吗？联系不上。小文的声音很冷淡。听说他给你留了一笔钱。我的心一沉，谁告诉你的？他外甥说的，说他卖了车，换了8万块现金。小文说，现在那笔钱找不到了，我怀疑是给你了。没有，我矢口否认，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。是吗？小文冷笑了一声。秋月，我警告你，那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就算离婚了，我也有权分一半。如果你拿了那笔钱，我会找律师起诉你的。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，我也火了，你们自己的事，别扯到我头上来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我的手在颤抖，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怕的。小文的话让我意识到，这笔钱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。但钟远既然把钱托付给我，肯定有他的理由。我不能背叛他的信任。我把信封拿出来，又数了一遍钱，确认没有错，然后把它重新藏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按照女儿的建议去了警察局。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的民警，姓李。我把信交给他，然后把钟远这2天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。李警官看完信，皱起了眉头。从信的内容看，这位钟先生确实有轻生的倾向。他说，我们会加大力度寻找他的下落。您还记得他走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吗？深灰色的夹克，黑色的裤子。我说，他还背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。好的，我记下了。李警官又问，他在您这儿有没有提到过要去的地方，或者见什么人？他说去见一个医生朋友，但没说具体是谁。我说，回来之后状态很不好，好像是收到了什么坏消息。医生朋友，
李警官记录下来，还有别的吗？我想了想，把钟远翻看照片、接电话，还有他前妻打电话要钱的事都说了。他前妻说他有8万块现金，李警官说这笔钱现在在哪里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还是摇了头，我不知道，他走的时候都带走了。李警官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追问。好的，如果有新的消息，我们会联系您的。他站起来送我出去，您也留意一下，如果钟先生联系您，请立刻通知我们。从警察局出来，我的心里很沉重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，但又说不出哪里错了。中午，程宇又打来电话，说警察调取了监控，发现钟远昨晚离开我家后，确实没有去车站，而是打车去了郊外，但之后的行踪就查不到了。郊外？我一愣，他去郊外干什么？不知道，程宇说警察还在调查。阿姨，如果我舅舅真的联系你，一定要劝他回来，别做傻事。我会的，我说。但我知道钟远不会再联系我了。从他把我拉黑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他已经做出了决定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脑子里不断回放着钟远这2天的画面，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线索。突然，我想起了一个细节。钟远在看照片的时候，有一张照片他看了很久，用手指轻轻抚摸照片上的人。那是什么照片？是谁的照片？我爬起来，打开灯，在客房里找了一遍，想看看他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。床头柜的抽屉里，我发现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钟远和一个小女孩的合影。小女孩大约7、8岁，梳着马尾辫，笑得很开心。钟远蹲在她身边，搂着她的肩膀，脸上的笑容是我这2天从未见过的。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：爸爸，我永远爱你。婷婷，婷婷应该是他的女儿。我把照片拿在手里，心里涌起一股悲伤。钟远舍不得女儿，但还是选择了离开。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，让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？第2天一早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我披上外套去开门，看到门外站着2个人，一个是李警官，另一个是一位年纪稍大的警察。秋月女士，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。李警官说，这位是我们的队长张警官，我们有些情况需要跟您核实。请进。我让开身子。2位警察在沙发上坐下，张队长直接开门见山。秋月女士，我们调查了钟远先生的银行账户，发现他前天取了8万块现金，但我们在他家里和他可能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笔钱。你确定他没有把钱留在你这儿？我的心跳加快了，但还是摇头，没有，他走的时候什么都带走了。是这样吗？张队长的眼睛盯着我。昨天你交给我们的那封信其实不完整，对吧？我愣住了。我们请笔迹专家鉴定了信件，发现信纸上有折叠的痕迹，而且纸张的大小和信封不完全吻合。张队长说，也就是说，这封信原本应该更长，你只交给我们一部分。我的手开始颤抖，没想到警察这么专业。秋月女士，我们理解你想保护朋友的心情，李警官说，但现在情况很严重。钟远先生已经失踪超过36小时了，我们必须掌握所有线索才能找到他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站起来，去卧室拿出了那个信封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隐瞒，
我把信封递给张队长，他确实留下了8万块，但他在信里说让我保管，别告诉任何人。张队长打开信封，数了数钱，然后仔细看了看信的全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要把钱给你？张队长问。他说是感谢我这些年的照顾。我说，但我觉得他更像是在交代后事。交代后事，张队长重复了一遍。你认为他是要去自杀？我不知道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，但他这2天的表现真的像是在告别。张队长又问了我一些问题，包括中远的情绪状态、说过的话、去过的地方，我都一一回答了。好的，这些信息对我们很有帮助。张队长说，这8万块我们暂时保管作为证物，找到中远先生后会根据他的意愿处理。能找到他吗？我问。我们会尽力，张队长说，不过说实话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想离开，很难找到。2位警察走后，我瘫坐在沙发上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，又好像做对了什么。中远托付我的钱，最终还是被我交了出去。中午，程宇打来电话，说警察找到了中远最后出现的地方，是一个海边的小镇，距离我们市有200多公里。那个小镇的监控拍到了我舅舅，程宇说他昨天中午到的，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晚，今天早上离开了。他去海边了，我想起了那张照片。对，旅馆老板说他一个人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是一直看着海。程宇说，警察现在正在海边搜索，但还没有找到人。我的心一沉，看着海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下午3点，我接到李警官的电话。秋月女士，我们在海边找到了中远先生的旅行包，他的声音很沉重，里面有他的身份证、手机，还有一些衣物。那他人呢？我几乎是喊出来的。我们还在搜索，海警也出动了。李警官说，但情况不太乐观。我的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不太乐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远可能已经……我不敢往下想。他的手机开机了吗？我问。开了，但密码我们打不开。李警官说，我们联系了他的家人，让他们提供密码。晚上7点，小薇打来电话，说她已经订了明天的机票，要回来陪我。妈，你别太自责，小薇安慰我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已经尽力了。可是我应该早点报警的。我哭着说，如果我昨天就把钱的事告诉警察，也许他们能早点找到他。妈，别这么想。小薇说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现在需要做的是照顾好自己。挂了电话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盯着墙上的照片发呆。那是我和老伴的合影，拍摄于30年前，我们刚结婚的时候。老伴，如果你还在，你会怎么做？夜里10点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对方却没有说话，只传来海浪的声音。喂，我问，谁啊？还是没有声音，只有海浪，一波接一波。中远，是你吗？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对方还是不说话，但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，很沉重。中远，我知道是你。我的眼泪掉下来。你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找你。秋月，终于他开口了，声音很虚弱，对不起。你对不起什么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海边。他说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年没有离开这里，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了？你别胡思乱想。我急了，你告诉我具体位置，
我让警察去接你。不用了，钟远说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的声音在颤抖。我要去找一个人，他说，一个我欠了很多的人。你不要做傻事，我喊道，你还有女儿，你还有那么多朋友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。我女儿不需要我。钟远的声音很平静，他有他妈妈，过得很好。至于朋友秋月，这些年只有你还记得我，谢谢你。钟远，你听我说，秋月，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他打断我，那8万块钱其实不是我的全部积蓄。我愣住了，我还有12万存在一个银行账户里。钟远说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账户信息在我旅行包里的内袋里。如果警察找到了，这些钱就给我女儿吧。你别说这些，我哭了出来。你回来，你自己给女儿。来不及了，钟远说，秋月，我这一生做过很多错事，伤害过很多人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认识你，你是我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钟远，再见了，秋月。电话挂断了，我立刻拨打回去，但提示已关机。我又打，还是关机。我的手在颤抖，几乎拿不稳手机。我立刻拨打李警官的电话。李警官，钟远刚才给我打电话了。我语无伦次地说，他说他在海边，他说他要去找一个人，他说他决定了。您别急，慢慢说。李警官说，他有没有说具体位置？没有，只说在海边。我努力回忆，对了，我能听到海浪的声音，很大的海浪声。好的，我立刻通知前方搜救队。李警官说，您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吗？我把钟远说的话复述了一遍，包括那个银行账户的事。好的，这些信息很重要。李警官说，我们会尽快找到他的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钟远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，让你这么绝望？凌晨3点，我接到李警官的电话。秋月女士，我们找到钟远先生了。他说。我的心一紧，他还好吗？他还活着。李警官说，但情况不太好，现在在医院抢救。什么？抢救？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他怎么了？我们在海边的一个礁石上找到他的。李警官说，他吃了大量的安眠药，幸好发现及时，现在正在洗胃。我要去看他。我站起来。医院在临市，距离你们那里200多公里。李警官说，而且现在是半夜，您路上不安全。等天亮了再过来吧，我会把医院的地址发给您。我答应了，但根本睡不着。我在客厅里来回走，等着天亮。凌晨5点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出门了。我打车去汽车站，买了最早一班去临市的车票。车上，我闭着眼睛，脑子里不断回放着钟远打电话时说的话。我要去找一个人，一个我欠了很多的人。他要去找谁？他欠了谁？到了医院已经是上午10点。我按照李警官给的地址找到急诊室，看到程宇和一个女人站在门口。那个女人应该就是小文，钟远的前妻。她看起来40多岁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脸色很难看。你就是秋月？她看到我，劈头就问。我是。我喘着气。钟远怎么样了？还在抢救。程宇说，医生说他吃了至少20片安眠药，再晚1个小时就不回来了。我的腿一软，差点站不稳。程宇扶住了我。
你来干什么？小文冷冷地说，你不是已经拿了他的钱吗？还来装什么好人？我没有拿他的钱，我反驳道，钱都在警察那里。是吗？小文冷笑，那他为什么要把钱给你？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朋友，老同学。我气的声音都提高了。朋友？小文讥讽道，30年没联系的朋友，他把钱给你而不是给我，你说我该不该怀疑？够了，舅妈！程宇打断他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我舅舅还在抢救呢。小文不说话了，但还是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。我们在门外等了2个小时，医生终于出来了。病人脱离危险了，医生摘下口罩，但还需要观察24小时。你们是他的什么人？我是他前妻，小文说。我是他外甥，程宇说。医生看了看我，这位是朋友，我说。好的，病人现在很虚弱，暂时不能探视。医生说，等他醒了，我会通知你们的。下午4点，中原醒了，医生让我们进去，但只能1个人，而且只能待5分钟。小文和程宇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让程宇先进去。5分钟后，程宇出来了，眼睛红红的。我舅舅想见你，他对我说，他点名要见你。小文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但没有说什么。我走进病房，看到中原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的像纸一样。他的手腕上插着输液管，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，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。秋月，他看到我，眼睛里涌出泪水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你还知道让我担心？我哭着说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傻？我知道，他虚弱地说，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走到床边，你欠了多少债？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？不只是债的问题。中远闭上眼睛，还有别的事。什么事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，秋月，你相信报应吗？我愣住了。我做过一件很对不起人的事。中远睁开眼睛，现在报应来了。他的话说得很含糊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心里的痛苦。是什么事？现在不能说。他摇摇头，但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秋月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别说这些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好好养病，其他的事慢慢来。中远没有再说话，只是握着我的手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。5分钟到了，护士进来让我出去。我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中远正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歉疚和悲伤。我走出病房，小文立刻冲上来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是感谢我救了他。我说。是吗？小文盯着我。我告诉你，中远的是你少管，他欠的债，他的女儿，他的所有事都跟你没关系。我知道。我平静地说，我只是想帮一个朋友，仅此而已。说完我就离开了医院。走出大门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住院部的大楼。中远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你说的那件对不起人的事是什么？第2天早上，我接到程宇的电话。阿姨，我舅舅想见你，你方便过来一趟吗？他的声音很急促，警察也在，说有重要的事要核实。我的心一紧，出什么事了？电话里说不清楚。程宇说，你快过来吧。我立刻打车去了医院。到了病房门口，看到李警官和张队长都在，还有2个我不认识的警察。小文也在，脸色铁青。秋月女士，张队长看到我，
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有些情况需要和你核实。什么情况？关于中远先生的前妻失踪案。我愣住了，失踪案？什么失踪案？张队长看了一眼小文，不是他，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吴梅芳。第一任？我更糊涂了，我不知道他还结过婚。25年前的事了。张队长说，当时吴梅芳在一次旅行中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结案。最近我们在调查中远先生的背景时，发现了一些疑点。我的脑子嗡嗡作响，中远居然还结过一次婚，而且妻子失踪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问。中远先生说，你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。张队长说，他想当着你的面把事情说清楚。我走进病房，中远正半靠在床上，脸色依然很差。他看到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秋月，他轻声说，对不起，要把你卷进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走到床边，你说的第一任妻子是谁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？因为那是我一生最大的污点。中远闭上眼睛。秋月，你还记得我们毕业那年吗？记得。你去了南方工作？对，去了深圳。中远说，在那里我认识了梅芳，她是我们公司的文员，人很漂亮，也很温柔。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，半年后就结婚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呼吸变得急促。婚后的日子很幸福，她怀孕了，我们都很期待孩子的到来。但是什么？但是那年夏天，我犯了一个大错。中远的声音开始颤抖。公司里来了一个新的女同事，很会来事，总是找我帮忙。我一开始没在意，但慢慢的我出轨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梅芳发现了，她很伤心，但没有闹，只是说想出去散散心。中远的眼泪流了下来。我给了他5000块钱，让他去海边玩几天。那个年代5000块不是小数目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失踪了。中远哽咽道，他去了一个海边小镇，住进旅馆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警察找了3个月，什么都没找到，连尸体都没有。房间里一片寂静，只有仪器滴答滴答的声音。警察当时怀疑我杀了他。中远继续说，我被调查了半年，但没有任何证据，最后案子就搁置了。我也离开了深圳，回到了省城。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问。因为梅芳失踪前给你写过一封信。中远看着我，他把信寄到了你家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拼命回忆。25年前，那时候我刚结婚不久，确实收到过一封信，是一个女人写来的。我慢慢想起来了，她说她是你的妻子，想让我劝劝你，让你回头是岸。我当时很震惊，根本不知道你结婚了。对，就是那封信。中远说，你回信了吗？回了。我说，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你的情况，让他直接跟你沟通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你保留那封信了吗？张队长突然问。我摇摇头，那么多年了，早就找不到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从邮局调到了记录。张队长说，确实有这么一封信。中远先生，你为什么现在才说这件事？因为我想起来了。中远说，我这次去海边，就是去了当年梅芳失踪的地方。我在那里待了一晚，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出轨，是不是梅芳就不会失踪？你觉得她的失踪跟你有关？张队长问。我不知道。中远摇头，
但我一直觉得是我害了他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活在愧疚里。那你这次想自杀，是因为这件事？不只是这个。钟远看了一眼门外，还有别的原因。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个陌生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她大约50岁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，头发花白，脸上满是皱纹，但她的眼睛看起来很熟悉。钟远，她开口了，声音很平静，好久不见。钟远看到她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你是？我是吴梅芳。女人说，你的第一任妻子。房间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我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吴梅芳没有死，她活着。不可能，钟远的声音在颤抖。你不可能还活着，你早就死了，对吧？吴梅芳冷笑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已经死了？你失踪了25年，钟远说，警察找不到你。你以为我自杀了？吴梅芳打断他，是的，我确实想过自杀。当时我怀着孕，发现你出轨，我的世界都崩塌了。我去了海边，想从礁石上跳下去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眼睛里闪过痛苦的神色。但在最后一刻，我想起了肚子里的孩子。他说，我不能让孩子还没出生就死掉，所以我没有跳。那你去哪里了？张队长问。我离开了那个小镇，去了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。吴梅芳说，我换了名字，重新开始生活。我生下了孩子，一个人把他养大。孩子？钟远愣住了。你生下了我们的孩子？对，一个女儿。吴梅芳说，今年25岁了。钟远的眼泪涌了出来。他现在在哪里？他就在门外。吴梅芳说，你想见他吗？钟远拼命点头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。吴梅芳走到门口，招了招手。一个年轻女孩走了进来，她长得很漂亮，眼睛大大的，和钟远有几分相似。这是你的女儿，吴雨涵。吴梅芳说，雨涵，这是你的亲生父亲。女孩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钟远，眼神很复杂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雨涵，钟远伸出手，对不起，爸爸，对不起你们。你不配当我的父亲。女孩突然开口，声音很冷，你抛弃了我妈妈，让她一个人受了这么多苦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说完，她转身就走了。吴梅芳追出去，房间里陷入了沉默。钟远躺在床上，像一座崩塌的山，再也没有了生气。钟远先生，张队长打破沉默，既然吴梅芳女士还活着，那25年前的失踪案就可以结案了。但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调查。什么问题？你欠的那笔债。张队长说，3个月前有人举报你诈骗公司资金，金额高达50万。这件事你怎么解释？钟远闭上了眼睛。我没有诈骗，那是我的投资失败了。我拿了公司的流动资金去炒股，结果血本无归。我打算慢慢还的，但公司不同意，直接报警了，所以你才会被辞退。对，钟远苦笑，工作丢了，家也散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那你为什么把8万块给秋月女士？张队长问。因为我不想让那些债主拿走这笔钱。钟远说，这是我卖车和一些东西凑的，是我的养老钱。我想着，如果我死了，至少这笔钱能留给女儿。哪个女儿？
婷婷，我和小文的女儿。钟远说，但我现在才知道，我还有另一个女儿。他说完就再也不说话了。我站在一旁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这2天发生的事太多了，我完全理不清头绪。张队长又问了一些问题，然后让我们都离开病房。走出医院，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程宇追上来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摇摇头，就是需要静一静。我舅舅的事，真的对不起。程宇愧疚地说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是你的错。我说，你舅舅的事太复杂了，我到现在都没理清楚。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。程宇说，原来他还有过一段婚姻，还有一个女儿。我舅妈知道了肯定会疯掉的。说到小文，我想起他刚才铁青的脸色。他在哪里？在医院外面。程宇说，他说要等那个吴梅芳，有话要说。我心里一紧，别让他们吵起来。我会看着的，程宇说。我离开医院，打车回家。路上，我一直在想钟远说的话。他说他犯了一个大错，害了第一任妻子。他说他出轨了，导致妻子失踪。他说他欠了50万，走投无路。这些事情串联起来，就是一个悲剧。一个男人因为一次错误，毁了2个家庭，最后把自己也毁了。但我还是有些疑问，吴梅芳为什么现在才出现？他这25年都在哪里？他为什么突然来找钟远？回到家，我躺在沙发上，疲惫不堪。手机响了，是女儿打来的。妈，我看新闻了，小薇说钟远叔叔的事上新闻了，说他的前妻失踪25年后突然出现，还带着他的女儿。你都知道了？对啊，现在网上都在讨论这个事。小薇说，妈，这事太离奇了。你确定要继续管他吗？不管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这是他自己的家务事，我一个外人帮不上什么忙。那就好，小薇说，你好好休息，别操太多心。挂了电话，我闭上眼睛，想好好睡一觉。但刚躺下，门铃就响了。我打开门，看到吴梅芳站在门外，她的女儿也在，就是那个叫雨涵的女孩。你是秋月吧？吴梅芳说，我想跟你聊聊。我让他们进来，倒了2杯水。你想聊什么？我问。关于钟远。吴梅芳坐下。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老同学，高中同学。我说，毕业后很少联系，这次他来看我，我才知道他过得不好。就只是老同学。吴梅芳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怀疑。对，就只是老同学。我有些生气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看到他给你留了8万块钱。吴梅芳说，一个老同学会给你留这么多钱吗？那是他想让我保管的。我解释道，他怕债主找到他，所以把钱放在我这里。是这样吗？吴梅芳冷笑。还是说你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？够了。我站起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来我家就是为了侮辱我的吗？妈，别这样。雨涵拉住吴梅芳，阿姨不是那种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吴梅芳甩开女儿的手。25年了，她在外面过得很好，娶了新老婆，生了新女儿，现在还有女人替她保管钱。我呢？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受了多少苦，她知道吗？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。我看着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确实很可怜，但这不是我的错。吴女士，我理解你的愤怒，我平静地说，但请你不要迁怒于我。
我和钟远真的只是普通朋友，他给我钱是因为他信任我，仅此而已。信任？吴梅芳擦了擦眼泪，他连自己的妻子都能背叛，会信任你？那是你们的事。我说，我不想掺和。吴梅芳看着我，沉默了很久。对不起，他最终说，我不该把气撒在你身上。只是这些年我受的苦太多了，看到他还有人关心，我就忍不住。我理解，我说，但你应该跟他本人好好谈谈，而不是找我。我不想见他。吴梅芳摇头，看到他我就想起那些痛苦的日子。那你为什么现在出现？我问，你这25年都在哪里？吴梅芳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在一个小县城改名换姓，重新开始生活。我做过很多工作，当过服务员、清洁工、工厂女工。我一个人把雨涵拉扯大，供她上大学。那你为什么要突然出现？因为雨涵想知道她的父亲是谁。吴梅芳看了一眼女儿，她长大了，总问我关于她爸爸的事。我瞒不住了，就告诉了她。然后她坚持要来找她。雨涵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所以你就来了？我问。对，我们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钟远。吴梅芳说，但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。欠债、离婚、自杀，他真是自作自受。他说得很冷，但我能听出他声音里的痛苦。你恨他吗？我问。恨。吴梅芳毫不犹豫地说，我恨了他25年。但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又觉得可怜。我们又聊了一会儿，吴梅芳才带着女儿离开。送走他们，我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钟远的故事太复杂了，每个人都有苦衷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但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只是一个局外人。晚上，程宇又打来电话。阿姨，我舅舅想见你。他说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话？他没说，但他很坚持。程宇说，你能来一趟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去了医院。钟远的状态比昨天好一些，脸上有了点血色。秋月，他看到我，挤出一个笑容，谢谢你来看我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钟远说，关于那8万块钱。钱不是在警察那里吗？对，但警察说会根据我的意愿处理。钟远说，秋月，我想把这笔钱给雨涵。给雨涵？对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欠她太多了。钟远的眼泪流了下来。这25年，他没有父爱，都是梅芳一个人把他养大的。我这个当爸爸的，什么都没做过。这8万块不多，但至少能表达我的心意。那婷婷呢？我问。你跟小文的女儿，你就不管了？婷婷那边我会想办法的。钟远说，但雨涵更需要这笔钱。她刚大学毕业，在找工作，手头很紧。这是你自己的决定。对，钟远说，秋月，我想请你帮我把钱转交给雨涵。我怕他不会接受我的钱，但如果是你给他，他可能会收下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中间人，不带任何立场。钟远说，而且雨涵见过你，知道你是个好人。我沉默了。这个要求很为难，但我看着钟远哀求的眼神，又不忍心拒绝。我试试吧，我最后说，但我不能保证他会接受。谢谢你，秋月。钟远握住我的手，你真的是我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我离开医院，心里很沉重。钟远的事越来越复杂，而我已经深陷其中，
想抽身都难了。我按照程宇给的地址找到了吴梅芳和雨涵住的旅馆。这是一家便宜的小旅馆，在老城区的巷子里，周围环境很破旧。我敲了敲门，雨涵开了门。邱阿姨，她很惊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跟你聊聊。我说，方便吗？请进。房间很小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。吴梅芳不在，雨涵说她出去买东西了。你找我什么事？雨涵倒了杯水给我。关于你父亲，我说他想把那8万块钱给你。雨涵的脸色变了，我不要他的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需要，雨涵说，而且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牵连。但那是他的心意，我说，他知道这些年你们母女很不容易，想尽一份力。不容易，雨涵冷笑，他知道我妈妈为了养我做了多少份工作吗？他知道我小时候因为没有爸爸被同学嘲笑吗？他知道我妈妈生病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医院守了3天3夜吗？他说着说着就哭了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现在却想用钱来弥补。雨涵擦着眼泪，我不需要他的钱，我只想要一个正常的家。我看着她，心里很难受。这个女孩才25岁，却经历了太多痛苦。雨涵，我理解你的愤怒，我说，但你父亲现在真的很后悔。他这次差点死掉，就是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。那是他活该。雨涵说，他做错了事，就该承担后果。但你是他的女儿，我说，血缘关系是斩不断的。你可以恨他，但不能否认他是你的父亲。雨涵不说话了，只是低着头哭。过了一会儿，吴梅芳回来了，她看到我，脸色变了变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替钟远传个话。我说，他想把那8万块钱给雨涵。我们不要他的钱。吴梅芳说，我们靠自己过得很好。吴女士，我知道你恨钟远。我说，但这笔钱是他卖车和一些东西凑的，是他的全部积蓄了。他想给女儿，也算是一点补偿。补偿？吴梅芳冷笑，25年的缺失是8万块能补偿的吗？当然不是。我说，但这至少是一个开始。我不需要他的开始。吴梅芳说，让他离我们远一点。我看着他们母女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我站起来准备离开。邱阿姨，雨涵突然叫住我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觉得他是个好人吗？我愣住了。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他做过错事，我慢慢说，但他也有善良的一面。高中的时候，他帮助过很多同学。他心地不坏，只是犯了错。犯了错就该被原谅吗？雨涵问。不是原谅，我说，是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。雨涵低下头，没有再说话。我离开旅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件事太复杂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，没有对错，只有遗憾。回到家，我接到程宇的电话。阿姨，出事了。他的声音很慌乱。我舅妈来医院闹了，说要跟我舅舅算账。什么账？他说我舅舅把钱都给了别人，不管他和婷婷。程宇说，现在婷婷也来了，正在跟我舅舅吵架。我的心一沉，我马上过去。我打车赶到医院，还没到病房，就听到了吵闹声。钟远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小文的声音很尖锐。我跟你生活了20多年，给你生了女儿，你现在却把钱给别的女人。我没有给别的女人。钟远虚弱地说，那是我女儿。你哪来的女儿？
婷婷的声音也响起来了，我才是你女儿，你凭什么不管我，去管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？婷婷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。婷婷哭着说，你从小就不管我，一年回不了几次家，现在连钱都不给我了，你还是我爸爸吗？我走进病房，看到小文和婷婷站在床边，中原脸色煞白，额头上都是汗。你们别吵了，我说，他的身体受不了。你是谁？婷婷转过头，你就是那个替我爸保管钱的人。我是他的老同学，我说。老同学？婷婷冷笑，我看不只是老同学吧。我爸爸把钱给你，你们之间肯定有猫腻。婷婷，不许胡说。钟远坐起来，秋月是清白的，你不能侮辱她。清白？小文讥讽道。钟远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这么多年在外面，肯定有女人，现在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护着她。够了，我忍不住了，你们要吵就到外面吵，别在病房里闹。凭什么听你的？婷婷指着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婷婷，钟远虚弱的喊道，你给我出去。我不出去。婷婷哭着说，爸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钟远看着女儿，眼泪流了下来。婷婷，爸爸对不起你，但那笔钱，爸爸真的想给你的姐姐。什么姐姐？婷婷愣住了。你还有一个姐姐，钟远说，她叫雨涵，今年25岁。婷婷和小文都震惊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小文问。在认识你之前，钟远说，我有过一段婚姻，有一个女儿，但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存在，直到前天她才出现。房间里陷入了沉默。所以你要把钱给她，不给我。婷婷的声音在颤抖。婷婷，不是这样的，钟远说，你的姐姐这些年过得很苦，她更需要这笔钱。而你还有妈妈，你不会饿着的。但是我也需要钱。婷婷哭着说，我要买房子，要结婚，妈妈的钱根本不够。你为什么不帮我？婷婷，爸爸会想办法的。钟远说，但这8万真的要给你姐姐。我没有姐姐。婷婷喊道，我只有你这个不负责任的爸爸。他说完就冲出了病房。小文看了钟远一眼，也跟着出去了。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钟远。他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。秋月，他轻声说，我是不是很失败？不，我走到床边，你只是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。但我伤害了婷婷。钟远说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却让她这么伤心。你可以跟她好好解释。我说，她会理解的。不，她不会理解。钟远摇头，她从小就恨我，觉得我不关心她。现在我又把钱给了别人，她更恨我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这件事太复杂了，无论怎么做都会伤害到人。钟远，我说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把钱给雨涵？我问，是因为愧疚吗？不只是愧疚，钟远说，还有责任。秋月，我欠他们母女太多了。梅芳一个人把孩子养大，受了多少苦我都不知道。而我呢？我在外面过得好好的，娶了新老婆，生了新女儿，却从来没想过他们怎么样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声音哽咽。我是个混蛋，秋月，他说，我伤害了梅芳，又伤害了小文，现在连2个女儿都伤害了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别这么说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你还有机会弥补。来不及了。钟远摇头，
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欠着一屁股债，工作也丢了，家也散了，我拿什么弥补？你还有心，我说，只要你还有一颗真心，就能弥补。钟远看着我，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。谢谢你，秋月，他说，这些天幸好有你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握着他的手。过了一会儿，吴梅芳带着雨涵来了，他们站在门口，没有进来。钟远，吴梅芳说，我想跟你谈谈。钟远看到他们，立刻坐了起来。梅芳、雨涵，你们来了。我们不是来看你的，吴梅芳说，我们是来告诉你，我们不要你的钱。钟远愣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需要。吴梅芳说，这25年，我们靠自己过得很好，我们不需要你的施舍。这不是施舍，钟远说，这是我这个当父亲的责任。责任？吴梅芳冷笑，你还知道责任？当年你出轨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责任？钟远低下了头，不敢反驳。算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吴梅芳说，我们来是想告诉你，我们要回去了，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不，钟远急了，你们不能走。雨涵是我的女儿，我想好好弥补她。不需要。雨涵第一次开口，我这25年都没有父亲，以后也不需要。雨涵，钟远的眼泪掉了下来，爸爸知道错了，给爸爸一个机会，好吗？不好，雨涵说，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养大，受了那么多苦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你在外面过得好好的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们。现在你落魄了，想起我们了，觉得愧疚了，想弥补了。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钟远说不出话来。雨涵，我忍不住说，你父亲确实做错了，但他现在真的很后悔，你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吗？邱阿姨，这不关你的事。雨涵看着我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这是我们家的事。好，我不说了，我举起手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吴梅芳拉着雨涵转身要走，钟远突然从床上下来，跪在了地上。梅芳，雨涵，他哭着说，求你们原谅我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我看到这一幕，眼泪也掉了下来。一个52岁的男人跪在地上，向自己的前妻和女儿请求原谅，这画面太悲凉了。吴梅芳停住了，但没有回头。雨涵回头看了一眼，眼睛红红的。起来吧，吴梅芳最后说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但钱我们不会要。至于原不原谅，我需要时间。说完，他们就离开了。钟远跪在地上，像一座雕像，一动不动。我走过去，扶他起来。起来吧，我说，地上凉。钟远站起来，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。我扶他躺回床上，他一直在哭，像个孩子。钟远在医院住了1个星期，身体慢慢恢复了。这1个星期里，婷婷和小文再也没有来过，吴梅芳和雨涵也没有出现，只有程宇每天来看他，还有我，隔3差5来一次。这天下午，我照例去医院。钟远正坐在床上看窗外，表情很平静。今天气色不错，我说。是啊，终于不想死了。钟远苦笑，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。那挺好的，回家好好休养。回哪个家？钟远说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我沉默了。确实，他现在无家可归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问。我想了很久，钟远说，我决定回老家。老家？你老家在哪儿？在山里，
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子。中远说，我爸妈都去世了，老房子还在。我想回去住一段时间，好好想想以后的路。那你的债怎么办？我会慢慢还的。中远说，我在老家可以种地，做点小生意，虽然挣得少，但至少饿不死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个曾经风光的经理，现在要回山里种地，这落差太大了。需要我帮忙吗？我问。不用了，你已经帮了很多。中远说，秋月，这些天谢谢你，没有你，我可能真的就死了。别说这种话，我说，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中远看着我，突然问，秋月，你恨我吗？恨你？为什么要恨你？因为我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。中远说，而且我做过那么多错事，连我自己都恨我自己。我不恨你，我说，我只是觉得可惜。你本来可以过得很好的，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？因为我太贪了。中远说，贪钱，贪女人，贪一切不属于我的东西。现在报应来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他说得很平静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中远，我说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可以不回答。什么问题？你后悔吗？后悔当年出轨，后悔离开梅芳？中远沉默了很久。后悔，他最后说，但没用。时间不会倒流，我也回不到过去了。他说完就不再说话，只是看着窗外。第二天，中远出院了，我去送他，程宇开车来接。舅舅，你真的要回老家？程宇问。对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中远说，小雨，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你舅妈和婷婷。舅舅，你别说这种话。程宇哭了，你还会回来的，对吧？会的。中远拍拍他的肩膀，等我把事情都想清楚了，我就回来。我们把中远送到汽车站，他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包，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。秋月，临上车前，中远对我说，那8万块钱还在警察那里吧？对，还在。帮我个忙，把钱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吧。中远说，就当是我赎罪了。你不给雨涵了？他不要。中远苦笑，既然他不要，那就给更需要的人。好，我会去办的。谢谢你，秋月。中远看着我，眼睛里有泪光。这一生能认识你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说完，他转身上车了。车开动的时候，他从窗口向我们挥手。我看着车越开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视线里。程宇哭了，阿姨，我舅舅还会回来吗？会的，我说，虽然我自己也不确定。回到家，我躺在沙发上，觉得很累。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太多了，像做梦一样。第二天，我去警察局，按照中远的意愿，把那8万块钱捐给了一个贫困山区的助学基金会。张队长亲自办理了手续。秋月女士，你朋友是个好人。张队长说。是啊，他本质不坏。我说，只是做错了一些事，希望他以后能好好的。张队长说。从警察局出来，我接到了吴梅芳的电话。秋月，我想见你一面。他说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在哪儿见？就在你家楼下的咖啡馆吧。半小时后，我在咖啡馆见到了吴梅芳。她一个人来的，雨涵没有跟着。雨涵呢？我问。她回去上班了。吴梅芳说，我明天也要走了。这么快？对，该说的话都说了，该见的人也见了。吴梅芳说，没必要再待下去了。她点了一杯咖啡，
慢慢喝着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你道歉的，他突然说。道歉？为什么？那天我在你家说了很多过分的话，吴梅芳说，我不该怀疑你和钟远的关系。我知道你们只是朋友，是我太敏感了。没关系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我说。谢谢你理解，吴梅芳说，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离开，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了？你为什么要离开？我问。为什么不当面跟钟远说清楚？因为我太伤心了，吴梅芳说，发现他出轨的那一刻，我的世界都崩塌了。我怀着孕，孤立无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我选择了逃避，选择了消失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眼睛有些湿润。但现在想想，我当时太冲动了。他说，如果我当面跟他对峙，也许他会回头，也许我们的孩子就能有一个完整的家。那你后悔吗？后悔，吴梅芳毫不犹豫地说，但又不后悔。因为这25年虽然很苦，但我和雨涵相依为命，感情很好。如果当年没有离开，也许我们早就离婚了，也许孩子会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里长大。我点点头，能理解他的想法。那雨涵呢？我问。他怎么看这件事？他还在生气，吴梅芳说，但我相信时间会让他释怀的。他是个好孩子，心地很善良，只是现在还接受不了突然多了一个父亲。那你呢？你原谅钟远了吗？吴梅芳沉默了。我不知道，他最后说，恨了25年，不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。但看到他那个样子，我又觉得他也挺可怜的。是啊，他现在一无所有了，我说。听说他要回老家？对，今天刚走。也好，让他好好反省一下。吴梅芳说，秋月，如果他以后联系你，帮我告诉他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告诉他，我和雨涵过得很好，让他不要牵挂。还有，他停顿了一下，还有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想通了，想弥补，我们不会拒绝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股感动。我会告诉他的，我说。吴梅芳喝完咖啡，站起来。我该走了，他说，谢谢你这些天的帮助。不客气，一路顺风。他走到门口，突然回头。秋月，钟远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是他的福气。他说，希望你们的友谊能一直保持下去。说完他就离开了。1个月过去了，我再也没有收到钟远的消息。我试着给他打电话，但一直关机。我问程宇，他也说联系不上。我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。包裹是从一个山区县城寄来的，寄件人是钟远。我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封信和一个木雕。木雕很精致，雕的是2个人并肩坐在山顶上看日出。我认出来了，这是我们高中时候一起爬山看日出的场景。我打开信，秋月，见字如面。我现在在老家，一切都好，你不用担心。这1个月，我每天种地、砍柴，做一些简单的农活。晚上就坐在院子里看星星，想以前的事。我想了很多，关于我这一生做过的事，犯过的错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有些错一旦犯下，就永远无法弥补。但我不能因此就放弃，我要用余生去赎罪，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我在村里办了一个小学堂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。这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，父母在外打工，缺少关爱。
我希望能帮助他们，让他们不要像我一样，长大后才后悔。秋月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。那个木雕是我自己刻的，虽然不太好看，但代表了我的心意，希望你能收下。还有，请帮我转告梅芳和雨涵，我会一直等他们原谅我。如果有一天他们愿意见我，我会立刻赶回去。祝你一切都好，你永远的朋友，钟远。我看完信，眼泪掉了下来。钟远终于走出来了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我拿起手机，给程宇打电话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。程宇很高兴，说一定要去看看舅舅。挂了电话，我又给吴梅芳打了过去。喂，秋月，他接得很快。梅芳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我说，钟远给我来信了，他现在在老家办学堂，教孩子们读书。是吗？吴梅芳的声音有些惊讶，他真的这么做了？对，他还让我转告你们，他会一直等你们原谅他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告诉他，吴梅芳最后说，我们会考虑的。虽然只是考虑，但我听出了松动。又过了2个月，我接到了雨涵的电话。邱阿姨，我想去看看他。她说，可以告诉我地址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很高兴，你妈妈同意了。她说让我自己决定。雨涵说，我想了很久，觉得还是应该见一面，毕竟他是我的父亲。我把地址告诉了他，还嘱咐他路上小心。1周后，雨涵回来了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说想见我一面。我们约在了那家咖啡馆。怎么样？我问。见到你爸爸了？见到了。雨涵说，眼眶有些红，他瘦了很多，皮肤也晒黑了，但精神很好，不像之前那么颓废了。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每天教孩子们读书，晚上就在院子里刻木雕。雨涵说，他给我看了很多木雕，都是我和妈妈的形象。他说着说着就哭了。他跟我说了很多，说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和妈妈。雨涵擦着眼泪，他说他知道自己没资格当我的父亲，但他想用余生去弥补。那你怎么说？我说我会考虑原谅他。雨涵说，但需要时间。他说他等得起，哪怕等一辈子。我看着这个女孩，心里很欣慰，她终于迈出了这一步。邱阿姨，谢谢你。雨涵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去见他。不用谢我，这是你们父女之间的缘分。我说。又过了1个月，程宇打来电话，说婷婷和小文也去看钟远了。虽然见面的过程不太愉快，婷婷还是哭着指责了钟远一番，但最后还是松了口，说愿意给他一个机会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很高兴。钟远的救赎之路终于有了一点点曙光。春节前，我收到了钟远的第2封信。秋月，新年快乐！这一年是我人生中最特别的一年。我失去了很多，但也得到了很多。我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家庭，失去了金钱，但我得到了内心的平静，得到了女儿的原谅，虽然还没有完全原谅，得到了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，早上教孩子们读书，下午干农活，晚上刻木雕。虽然生活很清贫，但我觉得很幸福。秋月，谢谢你一直陪伴我，你是我这一生最好的朋友，没有之一。这个木雕是我给你的新年礼物，是一朵梅花，希望你能像梅花一样，在寒冷的冬天依然坚强绽放。祝你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
你永远的朋友，钟远。我看完信，把那朵木雕梅花放在床头柜上。虽然钟远不在身边，但我知道他过得很好，这就够了。1年后，春天的阳光暖洋洋的，我坐在阳台上，翻看着钟远寄来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他的小学堂，几十个孩子坐在简陋的教室里，认真的读书。钟远站在讲台上，脸上带着笑容。他真的变了，从一个颓废的中年男人，变成了一个有希望的教师。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雨涵打来的。邱阿姨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她的声音很兴奋，我妈妈答应去看她了。真的，我很惊讶，她终于想通了。对，她说她想了1年，觉得还是应该见一面。雨涵说，而且她说，如果她真的改过自新了，她愿意考虑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，我愣住了。你是说，对，她说这么多年一个人也挺累的，如果钟远真的变了，她愿意给他一个机会。雨涵说，当然，前提是他要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。我听着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吴梅芳和钟远经历了25年的分离，终于有机会重新开始了。雨涵，我真为你们高兴。我说，谢谢邱阿姨，这一切都要感谢你。雨涵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爸爸可能早就不在了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外面的春光，心里充满了感慨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充满了起起落落。有时候你以为走到了尽头，但转个弯，又会看到新的希望。钟远用了1年的时间，证明了他的改变。虽然他失去了很多，但他也得到了更多。他得到了内心的平静，得到了女儿的原谅，得到了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而我也从他的故事里学到了很多，学到了友情的珍贵，学到了宽容的重要，学到了人生永远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。傍晚，我接到了钟远的电话。秋月，他的声音很激动，梅芳他们要来看我了。我知道，雨涵告诉我了。我笑着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钟远说，秋月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不会有今天。别谢我，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我说，好好珍惜这次机会。我会的。钟远说，秋月，等事情都安顿好了，我想请你来我们这里玩，让你看看我现在的生活，看看我教的那些孩子。好啊，我一定会去的。我说。挂了电话，我走到阳台上，看着夕阳慢慢落下，想起钟远当初来我家的那一晚，他落魄、绝望，甚至想要放弃生命。但现在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而我也因为这段经历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都会犯错，都会迷茫，但只要不放弃希望，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就像钟远留给我的那朵木雕梅花，在寒冷的冬天依然能够绽放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就永远不会凋零。我拿起手机，给女儿发了条消息，小薇，妈妈很好，你也要好好的。很快，女儿回复了，妈，我也很好，等我忙完这阵子，就回来看你。我笑了，放下手机，继续看着夕阳。生活还在继续，故事也还在继续，但无论未来如何，我都会好好过每一天，珍惜每一个人，把握每一次机会。因为我知道，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现在和以后，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。